嗨，大家好，杰夫，我是叶教练。2025年的年末，按照惯例，年度桌球鉴赏会，球友朋友，记得帮我们的内容分享，我们就立马开始。走。今天呢，按照惯例呢，我们会讲一下今年一整年的新品，甚至一整年的销售排行榜。另外，我们最后会一人分享一支打舒适、打休闲，甚至参加积分赛、好控制、好防守的一支球拍。我没有要推你那种哦，这支适合你去选国手，没有这种球拍，速度稍微降下来一点，让控制提高一点的配置。有个题外话，网络上都有一些国际的赛事的直播，但是每次一到前8名、前4名的时候，台湾地区就会被限制不能观看。我就收到一大堆私讯说，请问我要去哪里看？今天顺便教你一招，让你轻松可以在网络上不受地区的限制，轻松的观看。哇，那这样以后都可以看到比赛了耶。只要开启 NordVPN 加密的虚拟连线，即可随时更换你的区域，不再受到地区上的限制，不错过任何一场重要的体育赛事。像是台湾的乒乓球又那么强，没意外都会进到决赛，肯定要支持一下。像今年就有4站的大满贯，6站的 WTT 冠军赛、总决赛、球星挑战赛、例行挑战赛、WTT 支线赛，一整年满的赛事啊！各位，除了能够让你解放地区的限制 ，NordVPN 使用军用级的加密连线，预防骇客窃取你的个资、密码、信用卡等资料。像我很常出国，我就会使用 NordVPN 去其他国家看一下当地是不是有一些优惠的机票，通常没意外就可以抢到一些不错的票价哦。到了国外，你又会使用公共的 WiFi， 或者是小朋友就会拿父母的手机去玩，不小心点了一些诈骗的广告。为了确保你全家人的网络安全， NordVPN 可以给你多一层保障哦。近年 NordVPN 已经成为我生活必备的网络工具，解决我在台湾看不到或需要付费的网络赛事。真心推荐给各位。重点来了，一个账号可以提供11个设备使用，让你全家大小、亲朋好友大家一起用。购买优惠方案呢，例外加赠4个月，并享有30天的免费试用期，完全零风险，每天只要1杯咖啡的钱，不满意随时取消。有兴趣的朋友在底下的下方资讯栏点击连结，并输入我的折扣码 KCCC， 享有专属优惠，再也不错过任何的重要精彩体育赛事。怎么那么多？太多新品了吧？首先介绍一下2025年的年度新品，先从皮开始。Sonic 的 Blue Grip， 它是伪粘性的胶皮，而且是张继科算代言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张继科说他有在用啦，是不是？没错。近期出了很多的微粘的胶皮，因为纯粘性的，像那种什么狂飙那种，很多人打不动，球出不去。所以后来，这些其他的厂商就出了所谓的微粘，确实你在发球的时候真的会比较转，会，但是球会舍去掉一些速度啦。应该是说你要更靠自己的发力这件事情，会不会比较强？其实我不确定，只是在控制上你会觉得更好控制一些。第二个商品，银 V 的微粘板，介绍过那个 Vega Pro 是色性皮，那它出了 Vega Pro 的微粘板啊。Generation 的 V2C， 它去年有出色性，今年 V2C 就变成微粘了。微粘性，但我个人蛮喜欢的，但是这样子也打了可能有半年、1年的时间，它确实真的偏比较硬一点，还是偏比较色性一点。那所以我说，如果你从色性想要换跳有一点粘性的皮的话，这张可以尝试一下，你不会觉得说差异太大。觉得它其实跟 D05其实有一点点像。当你退到中后台的时候，差异会最大。在前面中近台的时候，它跟 D05几乎是差不多，可以媲美在同一个水平上。但当你到中后台的时候，力量上可能 D05还是好一点。讲白的，一般业余玩家没事不会到后台去，不会。对，那以价钱来说，它确实比 D05便宜的。是 T 把的 K3， 它也是微粘啊。这一张对 ，T 把的 Hybrid K3， 他们微粘都会挂一个 Hybrid， 就表示它是微粘的。听说这张也不错打，蛮多人在推的。法国兄弟他们2个都打这一张。我们今天介绍的东西，如果你有打过，你有一些心得，帮我在底下留言。我也想要知道一些大家的手感，因为我不是所有东西都打过嘛，我相信你也是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我就蛮推的，因为它平价，加上有颜色。
Stiga 第一次出彩色胶皮，它有出比较硬的版本，打起来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价位业余性的话，其实 CP 值算高的，就是日本制的胶皮，所以精致度还是会有差啦。蝴蝶的短颗，就是蝴蝶的短颗粒，有没有人打过啊？因为是不是蝴蝶的颗粒都没什么人在打？蝴蝶的颗粒吗？打的人比较少哦。使用的应该少。据我的感官是，世界大牌出的颗粒好像都有点太中规中矩。大陆从我们小时候哇就出，那时候小时候打那个颗粒叫什么名字？如果有共鸣的，帮我在底下留言好不好？就是我以前也打过长颗一阵子嘛，也都是贴那种什么美海绵，然后大陆的，然后就是敲起来会很怪或很沉或很飘。然后甚至又不贵，但是它这一块好像也是有改良，就是它的海绵是用那个 D05的D05的海绵下去，而且是紫色的海绵，蛮可爱的。对。Stiga 在前几年，好像7、8年前还是10年前吧，有出 DNA Pro， 那时候它就属于平价好打的球皮，大概是跟 G1、C1 是同一个水平，只是它稍微可能再便宜一点点。然后它现在出了进阶款，这个是色性皮，老板表示是蛮硬的，因为它才刚出而已，好像才刚出2、3个礼拜而已。有打过的可以分享一下心得给我们。然后听说那个莫雷加德是打 XH，好，再来，也是刚出的 Zaire 03，这个是全世界最贵的胶皮，我才刚开箱过。大家在买皮的时候，动不动就说我要最厚，对不对？我要 Max， 每一张皮都要最厚。他这次就给你出一个你负荷不了的厚，就是你没有一定的技术，你真的打不透2.7的厚度，所以后来渐渐陆续，老板说，近期开始大家都跑回来换2.5的厚度，你可以让这张皮更好发挥它的性能。我认为打这一张胶皮要点时间把那个海绵给打激活了。对啊，就好像你刚买回来一块洗杯子的海绵，刚买回来的时候它很完整，后来越用越软的感觉。对，你得用一点时间把它给打激活，不能说是下去感受拉很快，它就是这么一回事了，不一样。同意，要让它醒一段时间嘛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年度的新品球拍，这支比较早一点，这支是 Surge Hybrid Carbon 永动混碳，后来又出了一支奥拉混碳内置碳，这两支。给大家听一下声音，这支声音比较高，所以这支应该是稍微硬一点。这支可以顺带提一下，我到现在都还在用它，就是不管教球啊、练球啊，就它不需要给你太多的力量，就是说，它很容易就打透，因为毕竟它是内置碳。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去练球，我直接拿了7、8支给我的朋友试，因为他想换球拍，最后他也选了这一支，他觉得这支手感最好，分享给大家。然后再来就是西甲的纯力系列，西甲版这支 Pure， 你看我刚说什么？声音越高，表示木板越硬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西甲版就是比较属于初中阶的玩家可以玩，或者是打颗粒的玩家。那个据我所知啊，它是把这个厚度又再变薄一点点，让你更容易可以进到板子，更实一点，然后让你可以更扎实的借到木头的力量。强力碳素，它又是碳素这支就有点像那个蝴蝶的 CNF 这样，它有加了那个奈米的碳素纤维在里面。声音也很硬几乎跟这个速度一样呢。我有收到，感谢厂商都有寄给我，但是最近比较忙一点，都没有办法一次打这么多球拍。Outer Force， 它有分3个版本，我都没打过你有打过吗？没有，这么尴尬蛮漂亮的呢 ，ALC、CF、ZLC， 然后我有询问一下老板，跟蝴蝶王的 ALC 差在哪边？他说里面的碳素是一样的，只是木头的硬度可能稍微软一点。相比传统外置的 ALC 球拍呢，更容易上手使用。每个都跟你写说完美平衡，速度与控制完美平衡。现在新品都这样写，我已经看多了。好吧，有没有打过的朋友分享一下心得给我们。再来年度新品，买不到的新品这支 Lean In You， 你有收藏吗？有，你确定？我有收藏。这有编号的你不要瞎唬烂我收藏了
2把。它很多限量的，为了不是纪念它，在它当年火红的时候，蝴蝶就会帮它出一支有人像的球拍，就有一点像是蝴蝶 respect 你的感觉。对，现在炒得很贵，所以你有买到，你应该要值得开心。现在真的买不到，还有附悠悠卡，应该很多人想要呢。没卖了，不好意思哦，拍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年度的销售排行。我们会先从球皮开始，再来是球拍。那这边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是使用新北的波尔桌球用品专卖店的销售数字，以它在台湾的销售业绩来说，基本上应该这个数字算蛮准确的，可信度是有的，不能保证说它一定是100%准确啦，应该不会差距太大。是，那叶教练，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做这个排行？胶皮呢，现在出的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把它分成的是3等份。它有1周卖4张的。有1周卖5到6张的，基本上天天在卖呢。对，还有1周卖8到10张的。那我们先介绍1周在4张以下的选手有谁？选手有谁？对啊，小超那么大。好，再一次。第一个呢就是Sean的银 V， 再来就是蝴蝶的 D09C， 还有 Tenergy 的05。再来就是东尼可的 F 系列，4张里面有2张是蝴蝶。Sean的银 V 就是我们去年介绍那个盲测系列里面第1名那张嘛。再来我们介绍几乎每天要卖1张的选手有哪些？蝴蝶的 Grazer 09C 微粘性，再来就是尼塔库的 C1， 不意外，就是以初中阶选手来说，它比较属于好控制的胶皮啦。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整年度的销售前4名，平均每天要卖到1张以上的选手有哪些？第一个就是那个 Stiga 的 Mantra 系列，就是我们刚好介绍的年度新品，有彩色胶皮的那一系列。所以我神预测呢，我刚刚不是说这张很适合一般业余玩家，又有很多颜色可以选。再来就是东尼可的 S 系列，再来就是尼塔库的 G1， 尼塔库 G1， 我们每年都有介绍到它。G1 就稍微再硬一点的。速度也够，旋转也够，控制也还行。以一般正常在打球的球友，基本上 G1、C1 是可以闭着眼睛买。再来还有什么？最后就是它年破1000张的，年破1000张。对，它就是蝴蝶的罗纳。我们去年不是就说，因为你要用蝴蝶的皮，可能你球拍跟皮要配一套，对不对？那蝴蝶最便宜能打的胶皮就是罗纳，应该说对一般业余玩家算够用啊，但没什么特色了。对，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年度的销售排行的木板有哪些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1周1支的有哪些选手。第一个就是东尼可佩尔森的7甲，再来就是蝴蝶的虎炭 T5000，再来就是蝴蝶的 Osima， 再来就是蝴蝶的 SK7。4名选手有3名都蝴蝶啊。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1周2支的选手，文正东的 ALC， 再来就是每一次都会上榜的 Stiga 的 Kalimba 5，再来就是东尼可的 Viper， 再来我们介绍一下1周3支的选手，平均2天就要卖1支。第一个就是 Stiga 的 Puro 7甲，很强呢。发现它款式很多，但使用的人好像也是蛮多的呢。就是可能老板有在硬推啦，会不会？老板有库存压力。再来就是一样魅力不减的 Viscaria LC 蝴蝶王。对，哇，蝴蝶王原来1周可以卖到3支，但是我这边要先提一下，我们去年也有讲过哈，就是这边销售数字里面是有包含那些职业选手。对，有的时候职业选手一来可能就是3、5支、8支、10支在买。因为可能这一批货，木头特别漂亮，或者是这一批货的汇率特别好，等等都有可能。应该说99%的球拍都是1人买1支，对。但是 Viscaria 蝴蝶王有些人来一次可能就是5支、10支在买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年度销售排行。我们念到现在呢，有没有你有用的，或者是皮跟木板你都有用的，帮我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，表示你没有买错东西。钱都有花在刀口上。刚刚我忘记提到，其实还有一支今年度新品，就是那个张继科啦。为什么没有介绍到？因为早就缺货缺得很严重啦，所以我们这边根本没有拿到东西，我们就忘记介绍了。这边顺便提到一下，其实可能还有一些会缺货的东西，比方说每年也有那个尼塔库的生肖拍，但是其实都完售了，所以
我放个图片给大家看。那如果明年是马年要预购的朋友，记得赶快打给波尔老板，不见得保证有货，但是你至少有机会拿得到。通常这种球拍，你出来你连东西都还没看到就已经卖完了啦。接下来我们就推荐一下我跟叶教练今年一整年最喜欢的配置，适合业余玩家又可以比赛舒服的球拍长什么样子？我会先配那个 Stiga 的 Climper 5。哦，去年我就推这支嘛，对不对？Climper 57甲版，对。T05 Tenergy 05会把它贴正手 ，K3 的这个挺拔我会把它给贴反手。它是微粘贴反手。对，这一张微粘性的，它在打反手的话，它的反馈其实蛮好的。对啊，然后它是也要速度，也是有速度的。在强对抗的情况下也可以，他们可能稍微慢一点，打旋转多一点，我认为是蛮适合。他不会说一打就找不到就喷球就喷了。以我现在这样乍看啊，就是等于是反手如果推到中后台，对于中阶玩家的话就比较吃力了哈。哦，比较吃力。那我这边呢，我推的是 Surge 的 Hybrid Carbon 永动混碳，今年一整年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拿它来用哦，它打起来最舒服，然后好控，然后速度也够，旋转也够，防守也 OK， 它很在一个平均值之间，所以我会觉得我可以很轻松无脑的练球，不会说哇有一些东西打起来哇这好硬，我一定要很大力，我一定要很爆发，我一定要动作全部都要到位才使得上力，不用，它就可以让我很轻松的上台。就像我去年说的，我会倾向把木板买好一点点，因为木板可以用很久。哦，对，以一般业余玩家可以用很久啦，你只要不受潮、不打坏。那要打坏，只有职业选手才在打坏啦，一般正常人都是打到旧了想换为主啦。皮的部分呢 ，CP 值最高的 G1 跟 C1， 尼塔古的 G1 跟 C1， 确保它的球速，确保它的控制，确保它的速度，甚至价位在大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这是我今年的配置。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2025年的年度桌球鉴赏会就到这边。那明年度还有很多 WTT 非常精彩的赛事，记得要赶快去下载我们的 Nord VPN， 确保你的网络安全，甚至可以跨区观看你看不到的精彩赛事。Live 都看得到吗？就是 Live。重播我们就不需要跨区了，对，不要错过，不要错过，千万不能错过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球拍清洁剂在波尔桌球也卖得非常好。刚刚老板有说要排名的话，我的球拍清洁剂也是几乎天天在卖了。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，也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关注叶教练的生活起居。那有任何问题，帮我在下方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喜欢我的朋友，叫我帮我们在订阅分享，记得帮我们热推一下。乒乓球的频道真的比较辛苦，感谢各位多年来的支持。那我们就明年见喽，拜拜。嗨 ，Hello， 哎呦，嗨，普发1万就球皮球拍直接买起来了哈。哦，普发1万。接下来介绍什么？胶皮排行。什么木板还没讲完，老板。还有3支了。2025年年末，按照惯例每年都要拍的鉴赏会，桌球年度